走快点，快点！又抓了美女回来了，将军，劫掠的时候顺便带回来的。哼，很一般呐。这些都是荆州城外的农家女子，将军自然是瞧不上眼。不过属下听说，那霍家军的统帅是位女郎，女郎容貌美艳，冠绝天下。等拿下荆州城，美人和珠宝就全是将军的。好，全部打理干净，本将军要慢慢享用。是。走，走。今天晚上穿这个伺候将军。什么人？别跑！你都跑了！我救上吧！出什么事了？站住！什么东西？这全是被军阀的东西！走，走！薛贤，要往哪里逃？你是谁？刚刚才见过，现在就不认识了吗？将军，那是世锦的医生。不，他不是。当然不是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说过，欺辱女人者，诛；谋反叛国者，诛；犯为百姓者，诛。薛贤，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？霍玄，霍玄，霍玄，走！全部拿下！霍玄，你胜之不武，我数万人马，兵强马壮，若不是那些毒蜂，怎能输你？我迟迟不攻，便是为了引来毒蜂开路啊！毒蜂是你放的，不可能，他们怎么会由人来操纵？本来不可能，不过这山上特有的毒蜂喜甜，我便命士兵假扮农夫，在周围都种上花草。毒蜂乘风越冬后，正逢其时，自然会聚集于此。那些浓烟，当然是为了将毒蜂驱向你的军营啊！那你为什么今天才动手？蠢材，我要等那阵剿灭叛军的东风啊！押下去。走。哼。
这人都上了奈何桥了，还摆什么臭架子呀？霍玄再怎么说也是朝廷大员，咱们不给他脸不要紧，咱总得给朝廷3分脸面吧？大人，难道您忘了霍玄是如何给您下马威的？身为女人就不该耀武扬威，乖乖待在家里生孩子，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霍玄呐，霍玄，这可是你咎由自取，怨不得旁人呐。瞧瞧，死了还这么大排场。将军打算如何处置霍玄？待验过尸体，便借过尸体是假的，趁势冲入城去。你在此等我消息。是。叫。等着看吧。把棺材打开，我倒要看看名动天下的美人将军。谁敢亵渎将军？拿下！霍玄没死。对呀，不可能啊！我明明看见他入殓了呀。众人莫慌，与我应战！薛贼杀戮平民，残害妇孺，如今业已伏法，过往种种，我霍玄既往不咎。但若执迷不悟，一律杀无赦。干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要造反吗？霍将军早就料到了你们会有如此无耻的举动，所以在城内守军中做出安排，假意听你们的号令，实则是在暗中筹备。霍玄为什么要诈死啊？哼，你也不想想，城内哪有那么多石之水用来做大规模的守城武器，更别说是用来抵御敌军了。我们从头到尾积极备战，只不过是障眼法罢了。霍将军正愁如何御敌，恰好刺客来袭，他便索性假死。一来是为了引出薛兆，发动奇袭；二来就是为了引出你们这些城内的蛀虫，永绝后患。那霍玄也没受伤？不，霍将军他伤得很重，可是他还是上了战场。和他相比，你们这些朝廷大员，遇到危险毫无男儿血性，你们简直连蛀虫都不如。霍将军，顾先生，多谢你了。我并没有做什么，全靠将军运筹帷幄。对了，你的伤口还好吗？刺史大人，又见面了。霍玄，你就是只狡猾的狐狸。兵不厌诈。我说过，一定会助荆州脱困，就算我真的死了，也会从地狱里爬回来的。抱歉啊，杨刺史。让你失望了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霍家军？寻常军队派系林立，各自为政，只要主帅一死，军队必定全线溃败。可霍家军是我祖父一手建立，父亲逐渐壮大，到了我的手上，已经隶属于霍家，是我一个人的军队。所以薛兆认定，只要我不在，霍家军群龙无首，便再也无法运行。只可惜，我的军队与常人不同，我敢发动突袭，就敢笃定他们一定会积极筹备，等候召唤。霍将军果然自信，如果换做他人，
与将士们失去联系那么多日，知道他们还会乖乖听令，谁又有把握，当你登高一呼，他们便能积极响应呢？杨刺史，你们此番的行为将通通以叛逆论处。什么？你要杀了我们？我已经杀过一回刺史了，总得留着你啊！全城百姓都看到你把我的尸体送出去讨好敌军，这谋叛罪是逃不掉了。这一次，我会亲自送你们回平城，面见皇上。带走。霍玄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你不就是想看这些囚犯被咬得鲜血淋漓的惨状吗？可现在不是时候啊，这叛军就要打进来了。霍将军，不要再玩了，再玩下去，我们荆州城的百姓都会陪着你一块儿死的。霍玄，你是义军的主将，你不能这么干。如今全城百姓的脑袋都拎在你的手里了。先生，先生，把逃跑的囚犯都给我带走。快点，起来，走，快点，赶紧的，走，快点。你是来挑选士兵的？是，我在挑选士兵。什么？要以囚带兵？我的天哪！秦有章韩率骊山囚徒大破叛军50万，今日我便要启用你们。我知道，你们都是十恶不赦的罪犯，当中有人谋反，有人毁坏皇室宗庙，有人犯了大不敬，有人谋杀父母师长，有人杀人肢解，有人奸淫掳掠。你们的手上全都血迹斑斑，罪无可恕。若是换了往日，我会亲手把你们身上的肉一刀刀的割下来。但是今天，我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，离开囚牢，你们就是我霍玄抗敌的士兵。你别做梦了，我们不可能帮你的。你们不是在帮我，而是在帮自己。杀10人升火长，杀100升队正，杀200升旅帅。活着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，就能获得自由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就是凭什么相信你？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不信，你就上断头台，信我才有一线生机。刀握在我的手上，你们别无选择。你威胁我们？不过一帮死囚而已，最坏不过一死。我给了你们求生的机会，能不能抓住，就看你们自己了。王副将，你快劝劝霍将军吧。我知道他想退敌，可也不能干出这种糊涂事儿啊！万一把他们给放了，必成心腹大患呐！他们要在城中作乱，不等叛军打来，那荆州城可就大乱了。将军做的决定，没有人可以阻止。你们可别忘了啊！这些都是十恶不赦之徒，没有皇上的赦免令，谁敢赦免他们啊？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抱歉。
你们都是疯子，疯子！好，霍将军，我们跟你杀出去，只要能成功，你必须放了我们。你这承诺能信吗？我要当高官，我要当高官！对，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自由！杀了叛军，我就不再是囚犯了，我们要富贵。好，路是你们自己选的。既然已经选择做我的兵，就不再是一个人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们要拼了命的训练。城门打开的那一刻，你们要像饿狼，像猛虎，扑向我的敌人，咬断他们的咽喉，去换取你们的食物、自由和荣华富贵。杀了他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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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急，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领完往后走啊！下一个，将军，你这样做太冒险了。你都跟了我这么久了，还不知道我最爱的就是冒险？还有队，话是这么说，可他们不一样啊！一个一个，他们简直就是一群野兽，谁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？我是怕万一……再凶猛的野兽，我都能把它训老实了，怕什么？前面干什么？就算他们肯上战场，但是能敌得过叛军吗？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是真的怕来不及了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如果什么都不尝试，就这么坐以待毙的话，我不会甘心。叛军大半都是临时征调的农夫，甚至是被抓来的百姓，组织松散，军心涣散。而这些凶徒，他们没有人性，没有仁慈。为了自由和享乐，他们会疯狂的杀戮。只要训练好了，就是天生的杀人利器。将军说的有道理啊，属下愿陪将军赌一把。不够吃吧？这个给你吃，不急啊。你去盯着点，慢点吃。是。慢一点，不着急啊，别噎着了。城内粮食有限，一天只供应1份，你都给了他，自己就要挨饿了。没关系，我是大人。你为什么入狱？好了，去那边等我吧。啊，放心，霍将军是不会伤害我的。去吧。我入狱是因为我杀了人。杀人？是，而且是11个。先生，我不会写我的名字，你帮我一下吧。都有。下一个。王泽，在。替我好好查查这个人底细。是，先生，没事吧？我数到3，你们就开始跑。日中时分跑不完的人，会有更严厉的惩罚。全部转身。1、2、3，跑！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将军，我已经查清顾大夫的来历了。他原是城中有名的大夫，医术高超。先生，为人又十分和善，经常向穷人施医问药，十分受人尊重。走吧。这样一个人，怎么会沦落至此？来吧，这都拜前任刘刺史所赐。他的小舅子鱼肉百姓，横行乡里，带着一帮爪牙，到处搜寻美貌的少男少女，供其淫乐。百姓们苦不堪言，却只能含泪隐忍。顾先生去他的府上为受伤的孩子治病，亲眼目睹那惨无人道的虐待。他出于义愤，在酒水里下了毒，将那一众欺凌弱小的爪牙全部杀死。百姓感念他的恩德，聚众为他请愿。只可惜，那刘刺史偏要替他小舅子报仇，硬是将人判了秋后问斩。听你的语气，倒是挺敬佩他。那是当然，一个弱不禁风的大夫，也能有如此侠义心肠，甚至为了一群跟他毫不相关的孩子，也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。这样的人，难道不值得敬佩吗？既然他是个大夫，就别让他去前线了，留在后方做个军医吧。哼，
谢谢将军。怎么样？我说你们能跑下来，就一定能跑下来。你这是把我们当猴耍，老子不干了！就是，你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。吃肉速度好对不对啊？都是不干的人就给我滚去牢房，明日午时立刻出战。上了我这条船，除非船沉了，否则绝对没有半道下船的道理。在残酷的战场上，你们越是弱小，死得越是快。所以，我对你们越是严厉，你们活下来的可能才越大。来人！这上午是跑完了，下午接着跑。全都用沙包附在小腿上，以跑1里不喘气为标准。达不到的，连晚饭都省。将军，训练的怎么样？已经大有进步了，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了。将军在干什么？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今日瞧见石之水，我突然有了个想法，为什么不用火攻来攻击敌人呢？我想制造一种可以喷发出火油的喷火器，材料就用铁桶，只要抽拉机筒便能喷发出烈焰，杀伤力巨大。果然是个别出心裁的法子。但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，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它的攻击范围更广？霍将军，顾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霍将军，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特别感谢你，让我从训练场上下来，少吃了很多苦头。我让你退出训练，并不是同情你的软弱，而是敬佩你的义举。再说了，让你做军医，才能救更多的人，这也是人尽其用。霍将军的恩德，顾欢铭记于心。今天我带了一些固本强身的复方，还请将军笑纳。顾先生，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你就先回去吧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霍将军，你的这个设计虽然好，但是用铁桶制成的喷火器，安装的火油有限，射程短，只能用来守城，而且不断填充火油的过程，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。王泽，看来是我多嘴了。军事机密岂容随意议论。既然你能看懂，我就更不能让你离开了。等等，将军，听顾先生所言，倒像是有别的办法。顾先生，直言无妨。霍将军，以前我为了治疗有皮肤病的病人，致力于研究出一种可以喷射药蒸气的药桶。其实它的原理和你这个十分相似。你的这个喷火器射程有限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桶口太小了。如果光扩大桶口的话，那么就会增加其重量。不如我们多加2个卷筒，同时射4脚。就像这样，卷筒。是的，以前我在卷筒里加入的是中药，凭借压力就可以喷射出蒸汽。现在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，在卷筒内装入大量的火油，这样就能解决火油有限、射程短的问题了。我知道，这些东西我应该烂在心里。一旦说出来，你就会怀疑我图谋不轨。这样吧，如果你们不安心的话，可以全天候的派人监视我。如果你还不放心，就把我送回牢里。
直到打赢胜仗为止。顾先生，你冒着被我怀疑的危险，也要将自己的认知说出来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。我不能为了自己的性命装聋作哑，我不能看到那么多的百姓死于战火，哪怕只是萤火之光。我也想为荆州，为将军你出一份力。将军说得好，顾欢，我信你一次。多谢将军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现在就把图纸拿过来，供你研究。好。将军，这个人实在太聪明了，我们不能相信他。一个人若隐藏自己的聪明，才是真正的危险。他表现得坦坦荡荡，你若处处怀疑，反倒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将军，你又开我玩笑。跟你说过多少次练剑要专心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又能怪得了谁？我只是担心。你是担心打败不了敌军。王泽，你都跟了我这么久了，还这样瞻前顾后。将军，我怎么发现有时候你比我还像个男人啊？我像个男人啊？哼，将军你啊，本来是个超级大美人，可这行事风格比男人还霸道3分。再这么下去，谁还敢娶你啊？将军，你有时候也得温柔点，不能老这么凶巴巴的，不然摄政王哪敢……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不用男人来迎娶，我会把摄政王娶回家的。将军，你可真是威武啊！混小子，少跟我贫嘴。什么人？怎么回事？属下等正在巡查，突然发现书房里有动静，可惜被那盗贼跑了。丢了什么东西？将军，是设计图。细作出不了城，立刻搜查全城，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。是。哎，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是？哎，听说刺史府失窃了，好像丢了什么重要公文。给我搜，哪怕把全城翻过来，也要抓住细作。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丢什么都是来人了，来人了！丢了什么宝贝？关我们什么事儿？就是，凭什么怀疑我们？就因为我们犯过罪，就一定是细作吗？对，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！全城都要接受检查，唯独你们例外，那才是真正的不公平。走。是。将军在这儿，在哪儿搜到的？就在那张床上。这是顾先生的床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们一定是弄错了。果然是你，我早就看你不对劲。表面上帮我们的忙，背地却偷图纸，我看你根本就是细作。不会吧？竟然是顾先生！顾先生这么好的人，怎么会是细作呢？可这张图纸刚刚就是从他的棉被里搜出来的呀！原来就是他一直出卖我们，亏我还认为他心地好，全都是装的。顾欢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可以再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。霍将军，我任凭你处置，无话可说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是。慢着，将军，这个顾欢阴险狡诈，他盗取了我们的图纸，实在是留不得呀。如果盗贼是他，又为什么要帮助改良？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这就是他狡猾的地方，表面是帮我们，就是要赢得我们的信任。若他不这么做的话，一早就被我们怀疑了，哪有时间偷图纸啊？可这张图是假的。假的？莫讲究干湿浓淡枯焦，潮湿的时候难以区分，
可一旦墨水干了，就很容易看出来深浅的区别。王泽，你可记得我最喜欢的画法？将军一直喜欢用胶墨，人家都爱用水墨，发挥用水之长，肆意挥毫，却讨厌胶墨画法，因为画得好便刚劲有力，画不好则枯燥乏味。可我偏喜欢自找麻烦，哪怕是画画，也要逼入绝境后再开辟一条新路，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这幅画是水墨画的，只有炮筒处用的胶墨点睛，这根本不是原画。接着说。所以有人盗窃了图纸，又按照原样拓了一幅，然后将这个拓本藏在顾欢床上，引得我们怀疑他。对方十分聪明，只要我们抓住了盗图贼，自然会放松警惕，他便可以趁此机会偷溜出城，将图纸交给叛军。这才是最高明的家伙。此人真是好生歹毒。不过，既然不是你做的，你为什么要承认呢？他承认了，自然是要维护对方。难道他们是一伙的？这只是一种可能，而更大的可能是，这位顾先生心地实在太善良，简直到了愚蠢的地步。将军的意思是说，他明知道人家诬陷他，却还要维护对方，这不是疯了吗？顾先生，你到底为什么要隐瞒啊？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呀？赶紧说出来呀！为什么要代人受过呀？何喜，顾欢为你至此，你还执迷不悟吗？什么？我听闻牢房中你曾有一次患病，顾欢救了你一命，而你感念救命之恩，也一直护着他，说一句生死之交也不为过。我想，顾欢会替何人挡灾？除了你，我实在不做第二人选。霍将军，此事确实和何喜无关，都是我想起来了，今天顾先生身体不适，还是何喜近身照顾，肯定是他趁先生不注意，故意栽赃陷害。不止，上回我在城墙那儿看到他在徘徊，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，想要逃出城去。没有，我没有。顾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怎么可能害他？我发誓，我出城只是给先生采药，我绝对没有要逃走。你说的晚了，把他拿下。是。霍将军，我是冤枉的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带走。我不是细作，我不是细作呀，霍将军。愚蠢！你替别人受过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品德高尚，觉得自己特别伟大？知道自己都做了什么吗？如果我今天没将细作捉住，你丢了性命是小事，细作把火器图送了出去，让敌军占了先机，全城百姓都要跟着倒霉。你与何喜情同手足，可以替他去死，这是成全了个人小节。可你为了兄弟之情，差点害了大家性命，已经失了大义。霍将军，我错了。你还敢说什么？我相信将军，你不会抛弃那些百姓，一定会带他们渡过难关。而且何喜向来对我十分的照顾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错路，所以才一时糊涂，想替他受过。不过将军你说的对，兄弟情谊不能妨碍江山社稷。霍将军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哼，但愿你是真的知道错了才好。下次再让我瞧见你干这种蠢事，我非把你抽一顿鞭子不可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别人都觉得将军你冷酷无情，我却觉得将军是天下难得的好人。我对别人好，换取别人的感激和尊重，只是小恩小惠罢了。而将军你，舍弃女儿身，以一副冷面示人，时常双手沾血，受尽唾骂，其实都是为了天下的百姓，而他们却满腹怨言。我觉得，这不是将军不好，而是他们不好。顾欢，将军，其实你也不是那么蠢嘛。将军，前面就是安州地界了，咱们在此休息一晚上吧。属下知道您着急回平城，可是连夜赶路，实在是什么？
那干脆住个17、18天，等大军护送。晕，明明知道属下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大军行军缓慢，我急着回平城去。这里虽然是边境，却也是大魏境内，能有什么事？那好吧，今天在这里休息一晚，明天再继续赶路。嗯，走。撤。谢谢将军，老人家有劳你了。将军太客气了，要不是你们赶走叛军，我们哪来的安生日子过呀？我们得谢谢将军。客气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点银子。使不得。老人家，我要借住一个晚上，你要是不收钱，我立刻就走。这。收下吧。快过来，来，快叫霍将军。霍将军，看，我在集市上买了烤鸡，吃一个。谢谢。走！快走！王泽，什么人这样大胆，竟敢在这里烧杀劫掠？对方步履整齐，行动迅速，是训练有素的士兵。我们此行的亲卫只有20人，根本无法抗衡。将军，你的安全要紧，请立即跟我离开。大局为重啊，将军！你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如何向大家交代呢？我一直知道你想回平城见摄政王，您这一出去，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将军，我们能撑一阵子，请快跟着王副将从后门离开。务必给我们留出时间。是。将军，赶紧逃吧！你逃出去了，才能找人救咱们。走。奶奶，我怕。不怕，奶奶在。快走吧，将军，来不及了。我们只有2条腿，又怎么会跑得过那帮畜生？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追上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。将军，20名亲卫宁死不降，最终没能问出霍玄的下落。我们把所有女人都带来了，请将军验过。不是，都不是。将军，镇上所有女人都在这里了。霍玄肯定没跑远。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继续给我搜。是。启禀将军，脚印到河边就消失了。我说找不见人，原来是沿着河流逃跑了。传我命令，沿着河流继续搜。谨遵将军号令。等等，将军请吩咐。这里地界你们不熟，去抓个村民来，务必把人给我追回来。是。将军，他们以为咱们跳河逃跑了，必定会知道河流暗去，绝对没想到咱们会偷偷潜回。将军，只要原路返回，只要与大军会合，就一定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，替死去的百姓报仇。你去牵马来，尽快离开这里。是。
我奶奶被他们抓走了，还有镇上的女人们全部都被掳走了，逼他们带路去抓你。将军，立刻回营调兵遣将，我会沿路给你留下记号。将军，你要干什么去啊？照我的吩咐去做，这是军令。将军，咱们好不容易逃出来的，现在回去等于功亏一篑啊！是。将军，将军已经搜查这么久，始终不见人影。再这样大张旗鼓的搜查下去，会惊动安州守军的。蠢货！这么好的机会，竟然让霍玄给跑了！请将军恕罪。说不准，是这个老家伙故意给我们带错了方向。把那些女人都给我宰了！不要！不要！什么人？你们要的人是我，又何必滥杀无辜？霍玄，把人全部放了，我跟你们走。还不赶紧下定决心？别等我改变主意，来个鱼死网破，你可讨不到什么便宜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放人，但是你也得遵守诺言。霍将军，你不能啊！我现在就是把他们宰了，你也无可奈何呀。这里的女人要是少一根汗毛，我必定将你抽筋扒皮。你若不信，大可一试。好，你们受惊了，回去吧。走吧，快！把他给我绑起来！什么人？保护王妃！王妃呢？阁主早就知道去大魏的路上不太平，他要真的在里面的话，早就被射成筛子了。啊！他在前面的驿站等着我们呢，快点儿！大家小心！军爷，不能不给钱啊！我们是小本生意啊。老子入伍就是帮你们这帮废物打仗，吃你个包子，怎么了？别他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，
他！别，孙女，干嘛呀？孙女，将军，混账东西，你认得我就好。按照军规，骚扰百姓者，军杖80。我们知错了，将军，城内食物不足，我每天还要大量训练，肚子真的很饿，这怪不得我们吧？将军，他们都是死囚转来的士兵，流氓习气一时难以改掉。看在大战前夕的份上，暂且饶了他们吧。霍将军，我们流血牺牲，以血肉之躯阻挡敌人，只是吃了他们几个包子，至于这么喊打喊杀的吗？是啊，霍将军，我们得到什么好处了？我们只是得到一些食物而已，你不能这么小气啊！就是，你这么干会寒了将士们的心，以后谁还能为你卖命？没有我们，你们怎么打仗？将军，这些人就是一群废物，没有我们，敌人早就攻进来了。就是，别说粮食，连命都不保了。我们才是他们的恩人呢，对不对啊？瞧这一个个欺软怕硬的样子，我恨不得连你们脑袋一块摘了。你们军中的粮食、手中的武器、身上的战袍都从哪儿来？朝廷每年拨付的军饷又从哪儿来？全都是你们口中这些懦弱无能的废物辛勤工作缴纳的赋税。他们供着军队吃喝，不是让你们满腹怨言，更不是让你们反咬一口。将军，王泽，还记得入伍第一天我跟你说的话吗？我们为什么要打仗？是为了保护百姓。如果有一天，本该保护百姓的士兵，反而向他们举起了屠刀，又该如何？人人得而诛之。我说过，不管你们从前是什么身份，只要进了军营，就得服从我的规定。你们仗着些许功劳，就忘了自己的职责，动不动就抢粮食，和城外那些叛军有什么区别？百姓养一条狗，还知道看家护院，养着你们，却是养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你们这么有能耐，别欺负手无寸铁的百姓，有本事就打开城门，冲着叛军去啊！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！骚扰百姓者，一律杖责80，绝无例外。拖下去！将军，将军饶命啊！都起来吧！将军，谢谢将军。我知道你们都很饿，一天，就再等一天，我带着你们去抢叛军的粮食。但是城中的一针一线，都不准你们再动分毫，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都下去吧。是。别哭了啊！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没事了，别哭了。多谢将军。将军小心！去死吧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说话，说呀！霍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霍将军。不好，怎么样？匕首有毒。我伤势如何？将军，说实话。将军，我要替你拔刀，但是伤口实在太深了，而且伤到了动脉，我根本没有把握，很有可能。王泽，在。可能我这么久还真没用。现在是你哭的时候吗？我不哭，将军，你先别说话，省点力气好不好？人家既然出手，就没想着让我活下去。你身为我的副将，没了主帅，你该干什么？我旗已经打奏完毕，士兵也训练好了。叛军当天趁乱夜袭，
只是打乱了霍家军的阵脚，并没能真正重创他们。按我料想，援军早已集结完毕，只是被叛军阻拦，没能冲进来营救。我若死了，你就接替我做指挥官，与城外援军里应外合，将叛军悉数剿灭。将军，我做不到。你没得选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你现在就出去，安抚将士们的情绪，尤其盯紧那帮囚徒，别让他们兴风作浪。但凡不服号令者，不要犹豫，杀人立问。不，将军，我不能离开这儿。你想让我再抽你一顿吗？滚！滚！将军，顾先生，动手吧。将军，你是我这辈子所见最值得敬佩的女子。快动手吧！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婆婆妈妈的男人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你撑不过去，就没有什么话想留下吗？如果你有话想留下的话，我一定帮你带到。我不甘心。什么？有个人答应我，一定会娶我，他还没有做到，我怎么甘心就这样死呢？动手吧。王泽，我要见霍将军。将军受了轻伤，正在上药，不便见客。轻伤？王泽，你骗鬼呢吧？那霍玄明明是被一个女刺客给刺伤了，这所有人都看见了啊！而且伤口正中要害，血流不止啊！我说过了，将军受了轻伤，不便见客。霍玄不会是要死了吧？哎呦，你这，我们就是因为听了他的话，与叛军苦苦对抗，还把那些个死囚全都给放出来了。大人，他就这么死了，你把我们丢在这儿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霍玄死了，谁来主持大局啊？对呀，这叛军本来就是冲着他来的，他这次倒轻松了，我们怎么对抗叛军呀？就是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把他给放了，省得白忙活一场。全都住口！我再说一遍，将军只是受了轻伤，马上就能恢复。谁要是再敢胡言乱语，全部以扰乱军心处置。王泽，论品级，你只是一个区副官，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？我命令你，赶快给我滚开！我不会让任何人打扰将军，不怕死的可以试一试。你。走，去找霍玄，去找霍玄，走！快去禀报王副将，找他，走！让霍玄出来见我们！老子天天吃糠咽菜，全都是为了他的狗屁承诺。他要是死了，我们就什么承诺都没有了。出来，叫他出来！对，他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可就闯进去了。将军受伤，你们就蠢蠢欲动，你们就不怕被责罚吗？出去！哎，你们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啊！这是刺史府，出去，都出去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？这轮不到你说话。霍玄呢？我早就看出来了，这是一帮恶狼。霍玄这是纵虎归山，自食恶果。你看看现在怎么办呢？这是无法无天了！你们将军给了你们自由，你们就这么报答他的吗？霍玄如果没死，就让他出来。我们是不会替死人卖命的。就是让他出来！他是不是死了？他要是死了，我们还打什么仗？干脆
打开城门投降算了。对，就算了，投降算了。混账东西！兄弟们，冲！出来！来呀！要是想上，都一起来呀！以为将军不在，你们就能翻天了？我告诉你们，假如叛军来袭，你们和百姓一样死。就算能侥幸逃出，不管到哪里，若是没有射令，你们一样都是死囚，一样都是死。横竖都是死，不如老老实实回去训练，给自己搏条活路。来人，在！将军有令，闹事者斩首示众。剩下的，谁要是再敢胡言乱语，全部军法处置。是。其余的，等到将军康复了，我再一个个跟你们算账。全都滚出去！既然将军受伤，将由我代替将军，作为作战的指挥官。城内一切人等，必须服从调度。将军威武！将军威武！将军！霍将军！将军威武！快！顾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将军，乐娘子，前面有胭脂水粉，咱们去瞧瞧吧。西域过来的胭脂水粉，来，女郎随便看随便看，这下可都是从西域过来的胭脂水粉，随便看一看啊。乐娘子，有人一直跟着咱们。人家怀疑我是细作，致力于找到把柄，又怎么会放弃啊？可是殿下不是已经相信你了吗？殿下相信，未必他身边的走狗就会信。每回出门这人都跟着，这人好讨厌。他还总爱在殿下面前说你的坏话。好了，别说。七郎君，有空说两句话吗？跟一个细作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别以为你能瞒得了殿下，就能瞒得了我。别做梦了。虽然我的过去已经向殿下坦白，但郎君始终不肯放心，所以我今天特地在此等候，希望可以慢慢把事情讲清楚。你想说什么？情。虽然你一直怀疑我，却始终对殿下一片忠心，我十分敬佩。我知道，从前彼此误会太深，你一直心存芥蒂，并不指望能靠这一杯茶来化解恩怨。不过，我希望郎君可以留一分颜面，至少别让殿下因你我二人的矛盾而忧心忡忡。情。齐豪，我一片好意，你竟然调戏我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殿下，殿下，他这……殿下，我的确出身微贱，还屡次遭人嘲笑讥讽，可是旁人欺辱我也就罢了，
如今连殿下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看不起我，对我动手动脚，这康王府我是待不下去了。月儿，殿下，他这是挑拨离间，明明是他让我在这里饮茶，又摔碎了杯子，突然对我动手，简直是个疯子。是，我邀请你来饮茶，不过是看在殿下的份上，想化干戈为玉帛。可是你呢，竟然趁机轻贱我，简直无耻至极！我好好教训你这种登徒子，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？你血口喷人！乐娘子的手都烫红了，怎么可能故意诬陷？苦肉计，这是苦肉计！住口！殿下，你难道真的相信他吗？够了。韵儿向来都是很高傲的，她不会拿这种手段来诬陷别人。来。齐恒，你最近越来越言行放纵了啊！我给母妃面子，对你已经很容忍了，但是没有想到，你这一回真的逾越了。殿下，给韵儿道歉。我告诉你，韵儿是我们康王府的女主人，无论是真的出言调戏，还是以前的处处针对，你已经冒犯了她的底线，所以你必须向她道歉。否则，从今以后，不要踏进康王府一步。殿下，七郎君身娇肉贵，是1等1的高贵人，还是不勉强了。道歉啊！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这句话我可受不起。现在你知道被人冤枉的滋味了吧？你日日派人跟踪，笃定我是细作。今日所作所为，只不过是想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做蒙冤受屈，气愤难平。殿下，你瞧，他明明是诬陷，我根本就没有轻贱他，这全都是他在污蔑我。那跟踪呢？我不是细作，却被人当作是细作。齐郎君不是流氓，却被冤枉成流氓。尝到被人怀疑的屈辱，才能真正体会我的心情。瞧你那气得发抖的样子，更应该知道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从今往后，希望你别再跟着我了，否则下一回，殿下也保不住你。殿下，月儿告退。去吧。殿下，你笑什么？明明是你，老跟着人家，怎么能怪他反咬你一口呢？以后不要得罪那些小心眼的女人，要不然他下次动手的时候，你就真的断子绝孙了。殿下，好了，既然我让他留在我自己的身边，就不会疑神疑鬼的。你啊，不要枉做小人了。可是你把一个像狐狸一样狡猾的女人留在康王府，以后一定是个祸患。王妃，别跑那么快啊！小心点儿，别再跟着我了。我来接你，走吧。清月，这次奉佛大典，你就不用跟了。啊？可是有我在呢。走吧。Remember to like, follow.